访华结束后，冯德莱恩突然被告上了法庭，北约秘书长估计他是当不成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通 Talk。访华结束，刚刚回到欧洲的冯德莱恩就摊上了大事儿。据法国媒体消息透露近日比利时的专家巴尔丹直接将冯德莱恩告上了法院，原因是冯德莱恩滥用职权，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就私自跟美国的辉瑞公司谈判疫苗合同。据悉冯德莱恩和辉瑞 CEO 仅仅是通过短信沟通的方式就敲定了疫苗合同，可见他们关系也是不一般。而巴尔丹认为这严重损害了欧洲人的利益，像财政安全和公众信任全都没有了保障。另外冯德莱恩与美国走那么近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冯德莱恩作为欧盟的一把手，往往却都是优先考虑美国的利益，对美国是马首是瞻，但是对欧盟内部冯德莱恩却是重拳出击。就比如北溪管道爆炸之后美国卖给欧盟的天然气价格足足翻了4倍。对此马克龙直言美国这是趁火打劫，但是冯德莱恩却是公开表示欧盟应该感谢美国，是美国让欧盟摆脱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而欧洲一场又一场的游行示威冯德莱恩仿佛没有看到。对欧盟内部，冯德莱恩则以腐败为由冻结了给匈牙利的75亿欧元的援助资金。波兰也是如此，由于民主不达标，冯德莱恩同样着手停掉了给波兰750亿欧元的资金。比较有意思的是除了被告上法庭外，冯德莱恩回国以后还被波兰和匈牙利联手找上了麻烦。由于乌克兰大量的低价粮食严重影响到了他们本国农民的利益，波匈两国同时宣布将禁止进口乌克兰的粮食。欧盟委员会对此第一时间回应，那是不可接受的，扬言这是欧盟才有的权利，欧盟成员国没有单边行动的权利。波兰民主不达标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波兰自己的法律和欧盟的法律起了冲突。现在欧盟很明显又是以这种说辞告诉波匈两国欧盟的权利凌驾于他们之上。反过来想，冯德莱恩吃官司以及波兰和匈牙利同时挑衅欧盟的权利，这几件事同时发生，那真的是巧合吗？墙倒众人推，或许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它更为合适。如果冯德莱恩这次官司没打赢，还会影响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北约秘书长冯德莱恩可能当不成了。访华之前西方媒体就透露说冯德莱恩有意竞选下一任北约秘书长，所以这也是冯德莱恩访华的时候敢在北京放狠话的原因但是效果并不好。冯德莱恩的访华之旅可以说和马克龙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仅冯德莱恩没有被中国热情接待，回去的时候尽管他高调的乘坐普通航班回国，回国后仍然还被讽刺访华遭遇了冷落。随后他销声匿迹了10多天，直到突然被起诉才让人想起他的名字。和马克龙那边的热闹相比完全是两副截然不同的画面。不可否认冯德莱恩糟糕的表现以及他盲目亲美的行为美国和欧洲都不太可能让他担任下一届北约秘书长。美国需要一个更为优秀的傀儡，而欧洲也不可能支持一个只想着美国利益的人来担任北约秘书长，也不可能把欧洲的安全交到美国的代言人手里。至少马克龙的态度就很值得推敲。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